2026年7月，全台酪梨正在盛产，产地价比去年同期腰斩，这是一年当中酪梨最便宜的一段时间。走一趟传统市场或是果菜批发市场，你会看到酪梨一箱一箱堆在地上，旁边插一张纸板，上面用笔写着1斤几十块。同样一颗果，去年这个时候你要多花快1倍的钱才买得到，价格这么漂亮，可是很多人站在摊子前面还是不敢伸手，因为不会挑，买回去不是硬的像石头放到烂，就是切开来一口下去全是苦味跟粗纤维，吃过2次不好的经验，以后就不碰了。这一支影片就是要把这2件事一次讲完。第一，为什么今年这么便宜，便宜到什么程度？第二，台湾人挑酪梨最常犯的2个错，还有真正该做的判断动作是什么。先讲便宜的原因，根据公视新闻网2026年7月24日的报道，今年价格会掉下来，主要是2个因素叠在一起。第一个是去年的对照组太高，去年台风来，酪梨减产，量少，价格自然被撑上去。第二个是今年风调雨顺，果树没有受到大的损伤，该结的果都结出来了，又刚好碰上盛产期集中出货，前一年少，今年多，一来一往，价差就被拉得很开。盛产为什么一定会压低价格？这里面有一个很现实的道理，酪梨不像地瓜、南瓜可以放很久，它采下来就开始倒熟，后熟一启动就停不下来。产季集中的那几个星期，全台的果几乎同时下树，同时涌进市场，卖不掉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软掉。农民跟批发商都知道这件事，宁可价格低一点也要出得掉，价格自然就往下走。反过来说，这就是你的机会。一年当中只有这一小段时间，市场上同时有量、有选择，又有价格。过了这一段，果变少，品质参差，你想买也不见得挑得到好的。这里要先讲清楚一件事，接下来我讲的所有价格都是报道当时的行情。酪梨的价格每2-3个星期就会动一次，早生、中生、晚生的品种轮流上市，大小不一样，品质不一样，价格就跟着换一轮。你看到这一支影片的时候，市场上的数字不会跟报道完全一样，方向可以参考，数字不要拿去跟摊商争。产地的情况更具体，公视的报道里提到，台南大内区的酪梨产量大约占全台的1/4，是台湾最重要的酪梨产区之一。大内区农会总干事吴建德受访的时候说，去年同期产地价格大概50到60元，现在产地价格大概30到35元，这是产地价，不是你在市场上看到的价，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，等一下会专门讲。报道里没有把计价单位讲得很细，你就把它当成同一种算法前后对照，去年跟今年比大概是打6折，跌了40%上下。顺便提醒一件常常被混在一起讲的事，有些资料会说某个地区的酪梨栽种面积全国最大，那讲的是面积，不是产量。面积是种了多少地，产量是实际收了多少果，树龄、管理、天气都会让2个数字对不上。同一支影片里，如果一下讲面积第一，一下讲产量1/4，听的人只会愈听愈乱。这一支影片讲产量的时候，从头到尾都用公式那个1/4。屏东也是重要产区。风传媒2026年7月30日的报道里，屏东万丹乡农会总干事张志烈说，品质优良的酪梨每台斤还是有60元以上，一般中等品质的降到40多元，跟最高峰每台斤160元比起来，跌幅大约5%，同样是报道当时的数字。这段话其实透露了一个对你更有用的讯息，就算在盛产，就算价格腰斩，好果跟中等果的价差还是拉得开，一个是60元以上，一个是40多元，中间差了3到4成。便宜的时候不代表每一颗果都变便宜，是中低等级的果被整批拖下来，顶级果一直都有它自己的价。所以你在市场上如果看到同一个摊子摆2个价位，不要直觉认为贵的那一堆是在坑你，很可能就是分级不同，大小、外观、有没有碰伤，全部都算在里面。再来讲一个大部分人没注意过的落差。根据台湾当季蔬果的统计当时那一周的批发均价大约是每公斤45元，推估的零售价大约是每公斤135元。先讲清楚，这个45元是每公斤，换算成台斤大概27元。
跟前面产地那几个数字来源不同，时间不同，品种等级也不同，只能各看各的，不要直接拿来相减。你没有听错，中间差了3倍，这个零售价是推估出来的，不是每一家店都刚好卖这个数，但是3倍这个量级是真的。为什么从产地到你家会差3倍？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件事值得花2分钟讲清楚，因为听懂了你就知道要去哪里买。第一段成本是分级跟包装，酪梨是很怕碰撞的水果，从树上剪下来到装箱，要先按照大小、外观、有没有伤口分等级，这一段几乎全是人工，分级做得愈细，卖相愈好，成本也愈高。第二段是运输，酪梨怕压、怕热、怕震动，纸箱里面要垫、要分层，不能像高丽菜那样一车塞到满，一台车能载的量比你想象的少很多，等于每一颗果分摊到的运费就变高。第三段是耗损，这一段最多人忽略，零售商一次进1箱，箱子里的果会继续后熟，卖得慢一点就软了，就出黑点，卖不掉的那几颗全部是亏损，这些损失只能摊到卖得掉的那几颗身上。批发端1天出清，零售端可能要卖3天，多的那2天就是风险。第4段才是店租跟人力，批发是一次几百公斤的生意，零售是一颗一颗卖的生意，还要有人整理，有人摆，有人回答客人问题，两边的成本结构本来就不一样。3倍听起来吓人，拆开来看，每一段都有它的道理。把这2个数字换算成一颗果，感觉会更清楚。一颗中型的酪梨大概300到400公克，用批发均价每公斤45元出估，一颗的批发成本大概是13到18元。同样一颗果，用推估零售价每公斤135元来算，就变成40到55元。这是粗略换算，只是给你一个量级的概念，不同大小、不同等级都会跑掉。可是这个量级足够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在零售端多付的那230块，不是被谁硬赚走，是被刚刚那4段成本一段一段吃掉的。知道钱差在哪里，你就有办法省。想买到接近批发价的酪梨，有几条路可以走。一条是去大型果菜批发市场的零售区，通常一大早开，整箱买最划算。一条是产区的农会或是产地的直销据点，盛产期常常整箱出清。一条是找几个邻居朋友合买1箱，一箱分下来，单颗成本可以掉很多。如果你要用宅配，要请人从产地寄，有2件事一定要注意。第一，交代对方寄比较硬的果，不要寄已经软的。路上1到2天的震动，加上车厢的温度，寄出去的时候刚好收到手上，常常就过头了。第二，箱子一到手，马上拆开检查，有碰伤的先吃掉。还有一件事，顺便讲，大颗的不一定比较划算。酪梨中间那颗籽的大小跟果实整体的大小不是等比例放大的，有时候你买了一颗很大的，切开来籽也特别大，真正吃到的果肉没有多少。挑的时候不要只看体积，同样重量的，握起来扎实，拿在手上觉得沉的那一颗，通常果肉比较厚。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做法，盛产期去市场，直接问摊商有没有当天要清的熟果区，那些已经压下去会现，当天明天就要吃掉的果，价格常常砍到1半以下。如果你今天晚上就要做菜，要打果汁，那一区反而是全场最划算的。整箱买跟熟果区都有一个前提，你要会分批安排，这件事后面会教。在讲怎么挑之前，要先讲一个酪梨的特性，这个特性是后面所有做法的根。酪梨挂在树上的时候不会变软，它是采下来以后才开始后熟的水果，所以农民采收的标准不是软硬，而是果实有没有长到该有的成熟度，时间到了就剪下来。这代表你在摊子上看到的每一颗几乎都还在后熟的路上，只是走到第几步不一样。同一棵树，同一天采，装在同一箱里的果，因为摆放的位置，碰到的温度不同，熟度就会拉开好几天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靠外表，也不能靠摊商，今天进的是哪一批来猜，只能靠手实际去感觉每一颗。接下来讲台湾人挑酪梨最大的误会，很多人挑酪梨只看一件事，果皮有没有转紫，有没有转黑，觉得绿的就是没熟，紫黑的才可以吃。这个观念只对一半，而且如果你手上刚好拿到另外一半，整个判断就会失准。
上下游新闻市集专访农业试验所嘉义分所助理研究员蔡慧文，这件事讲得很清楚。酪梨依照果皮的表现分成2大类，一类是紫皮系，也就是黑皮系，一类是绿皮系。紫皮系的酪梨在后熟的过程中，果皮会从绿慢慢转紫，再转到接近黑色。这一类看颜色是有参考价值的，可是绿皮系不是这样。绿皮系的酪梨采收之后，果皮就是维持黄绿色，一路到可以吃到过熟，颜色都不会有明显变化，颜色完全无法判断熟度。台湾晚生的品种里面，厚儿、邱可得就是绿皮系的代表。这件事对你的实际影响是什么？如果你手上拿的是绿皮系，你却一直在等它变紫，你会等到天荒地老，等到果肉里面早就过熟、发黑、出现苦味，你还以为它没熟。反过来，如果你认定绿色的一定没熟，你就会把一整批已经可以吃的好果放回架上，错过最好吃的那几天。而且遇到产季后半，这个问题会愈明显。晚生的品种本来就比较晚上市，秋天前后市场上绿皮系的比例会提高，这个时候还在用颜色判断，错的机会就更大。所以第一个要建立的观念是，颜色不是通用指标，颜色只在紫皮系身上有意义。还要补一句，紫皮系跟绿皮系的差别是在果皮的表现，不是在好不好吃，不是说会转色的比较高级，也不是说绿的就比较差。两边都有很好吃的品种，只是判断熟度的方法要换一套，分不清楚就用手，手不会骗你。实际在市场上你不用去背品种名称，最快的做法是直接问摊商一句，这一批是会转色的还是不会转色的。做这一行的摊商大多答得出来，答不出来的你就直接改用等一下要讲的手感去判断，反正手感这一套2种果皮都适用。第二个误会更严重，因为它不只让你判断错，还会把果直接弄坏。很多人在摊子前面会把酪梨拿起来摇一摇，贴在耳朵旁边，听里面的籽有没有在动，听到扣扣扣的声音就说这颗熟了。这个动作业者已经明白讲过不要做，摇晃经常让果肉组织受伤，降低口感跟储放寿命。你想一下酪梨的结构就懂了，里面是一颗又大又硬的籽，外面包着一层柔软的果肉，整个再包一层薄薄的皮。你用力摇的时候，那颗籽就是在果肉里面撞来撞去，撞到的地方组织就被破坏，切开来的时候不一定看得出来，吃起来就是那一块怪怪的，放2天，那一块会比别的地方先变黑。再说籽会晃这件事本身也不是什么好消息，从结构上推，籽跟果肉之间会出现空隙，多半是因为果肉已经开始收缩，开始离水，这通常代表这颗果已经走到后熟的后段，甚至有一点过头。这一段是道理上的推论，不是谁做过的实验，你听听就好。但是2件事放在一起，结论很清楚，摇一摇听籽声，最好的情况是你得到一个不准的讯息，最坏的情况是你自己把好果摇伤。还有一件事一定要讲，你在摊子上摇过又放回去的那一颗，下一个客人会买走，整摊的果被大家轮流摇，最后受损的是所有人，包括下次来买的你。这不是小题大做，酪梨真的就是这么怕碰。顺便讲一个一样要避免的动作，有人会用指甲去抠蒂头，抠开看里面的颜色，这个做法会直接把果皮弄破一个洞，果从那个洞开始接触空气，坏的比谁都快。你抠完不买，那颗果就等于被你判了死刑。想看蒂头，用眼睛看就好，看它还在不在，周围有没有发黑，不用动手。那到底要怎么判断？真正的判断方法只有一个，动作很简单，但是细节不能错。把整颗酪梨握在掌心里，用拇指整片指腹轻轻往下压，压下去以后，如果果肉有一点下陷，而且不会马上弹回来，这颗就是可以吃了。如果压下去硬邦邦，完全没有反应，那是还没熟。如果轻轻一压就整个陷进去，软得像放久的面包，那是已经过熟。就这样一句话，整颗握在掌心，拇指整片指腹轻压，压下去不弹回就可以吃。这里面有2个关键细节，错一个就前功尽弃。第一个是要整颗握在掌心，不要只捏一个角落，掌心托住，力量会分散开来，
你压的是整颗果的弹性，不是某一个点的软硬。有些果放的方向不同，某一面会比较鲜软，只捏一边很容易误判。第二个细节更重要，一定要用拇指整片指腹，绝对不要用单指，用指尖去戳。指尖的接触面积很小，力量全部集中在那一个点上，会直接在果肉上压出淤伤。你买回去以后，那个点就会先变黑，先烂。用整片指腹，接触面大，同样的力道分散开，果就不会受伤。力道也要轻，是轻轻压，不是用捏的，不是用掐的。压的位置也有讲究，多数果会从靠近蒂头的那一端先软。如果你只压那一头，会觉得整颗都熟了，其实中段跟底部还硬。比较保险的做法是压中间最宽的那一段，那里的软硬最能代表整颗果的状态。真的不放心，就上中下各轻压一次，3个地方感觉差不多，才是真的熟得均匀。还有一个做人的细节，你要压之前，先跟摊商说一声，我可以摸一下吗？正常的摊商都会说可以，有些还会直接帮你挑。轻压不会伤果，这是合理的挑选动作。但是先问一句，摊商知道你懂规矩，通常会给你更好的那一批。真正惹人厌的从来不是轻压，是又摇又戳又抠蒂头，摸了半天一颗都不买。如果你怕自己抓不准软硬，有一个好记的比喻可以帮你校正。压下去像额头那么硬，是完全没熟；压下去像鼻尖那样有一点点下陷又不会塌，就是刚刚好可以吃。压下去像嘴唇那么软，就是过熟了。这只是帮你抓感觉的土办法，不是什么标准，但是对新手很好用。在家用已经熟的果对照几次，手就记起来了。那绿皮系怎么办？颜色不能看，难道只能靠手？手感一样适用，而且就是主要的判断方式。除了手感不转色的品种，还可以多看一个地方，就是果皮上有没有出现深色的斑点。绿皮系在成熟的过程中，果皮上会慢慢冒出一点一点的深色斑，这个变化比整体颜色的变化明显得多，可以拿来当辅助参考。手感为主，斑点为辅，两个一起看，准确度就够了。买的时候还有一个挑法，是选购阶段就先赢一半的做法。挑外皮略带雾面，表面有一点锈斑的果，亮亮油油光滑的漂漂亮亮的那一颗，通常是刚采下来没多久，你买回去要等很久。雾面代表它已经走了一段后熟的路，离可以吃比较近。锈斑听起来像是有瑕疵，其实那是果皮自己长出来的一层粗粗的保护组织，跟果肉好不好吃没有关系。很多内行人反而专挑有锈斑的。另外看蒂头，蒂头如果已经掉了，而且掉的地方发黑凹下去，代表放很久了，这种就不要拿。蒂头还在，周围干干净净的状况通常比较好。去市场的时间也会影响你挑到什么。一大早刚开市，整批货还没被翻过，硬的软的都在，你要慢慢熟的，要今天吃的都挑得到。这个时候最适合一次配齐，不同硬度。接近收摊的时候，货被挑过一轮，剩下的通常是偏软或是外观有点瑕疵的，但是这个时段最容易谈价，摊商也不想扛回去。你如果目标是今天明天就要吃，收摊前反而是好时机。买回家之后怎么安排？这一段是整箱买的人最需要的。挑果的时候不要挑一样的，要故意挑不同硬度的，回家才不会全部挤在同一天熟。想今天或明天就吃的，挑轻压会下陷不弹回的那种，买回去直接放冰箱冷藏，2天内吃掉。想3天左右吃的，挑压下去有一点点弹性，还会稍微回弹的，放室温2-3天刚刚好。想放1个礼拜的，挑硬的，完全压不动的那种，室温慢慢等它自己来，这样一箱酪梨的成熟时间就会排成一条线。你可以一颗一颗吃过去，不会出现3天之内要处理10颗的窘境。还有一个整箱买的人常犯的错，回到家把整箱直接堆在角落不管，纸箱里面果是叠着的，下面那一层被上面压着，压久了就是伤。拿回家第一件事，把果全部拿出来，单层摊开，放在通风的地方，不要叠。这一个动作可以救回好几颗。如果买回来太硬，想让它快一点熟，有几个做法。第一个最简单，放在室温通风的地方，不
不要冰。还没熟的酪梨进冰箱，低温会把后熟的过程打断，有时候拿出来就再也熟不好，果肉还会发黑，这是很多人失败的原因。第二个做法，用报纸或是纸袋把它包起来。酪梨在后熟的时候自己会释放气体，包起来可以把气体留在果的周围，速度会快一点。用纸的，不要用密封的塑胶袋闷着，太不透气，容易发霉。第三个做法，跟苹果或香蕉放在同一个纸袋里，这两种水果释放的气体比较多，可以帮忙吹。第四个做法，把袋子放在家里比较温暖的角落，温度高一点，后熟就快一些。但是不要放到太阳直射的地方，也不要放在炉火旁边，温度太高反而会让果肉的味道跑掉。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细节，同一批果不要全部一起吹，你把整箱都包起来，都放苹果进去，3天后就是10颗同时熟给你看，那跟没有分批是一样的。要吹就吹你排在前面要吃的那2-3颗，剩下的照原本的硬度放着，慢慢来。这4个做法可以叠着用，通常1到3天就会有明显差别。重点是每天用刚刚讲的手感检查一次，一压到不弹回就马上冰起来。冷藏可以把最佳状态多留2-3天，这是省钱又不浪费的关键动作。有一个做法不建议，中时新闻网2024年9月15日的报道里明确讲过，不建议用烤箱华氏200度，也就是摄氏90几度烤10分钟，也不建议用微波反复加热来催熟。这2种做法只是靠热能把果肉弄软，看起来像熟了，实际上风味跟口感远远不如自然熟成。酪梨的熟成是一整套风味的变化，不是单纯变软而已，用热能硬逼出来的软，吃起来就是油油的，没有香气，还常常带一点怪味。你都已经花钱买了，多等1天就好，不要为了省1个晚上把1颗果毁掉。怎么分辨是熟了还是坏了，这也要讲一下。因为2种摸起来都软，切开之后，好的果肉是均匀的黄绿色，愈靠近紫愈黄，闻起来淡淡的，有一点奶香。如果果肉里面有一条一条黑褐色的纤维丝，或是靠近皮的地方整片发黑，那是过头了。如果闻起来有酸味，有发酵的味道，那就不要吃，直接丢掉。摸起来一压就整个塌下去，皮跟果肉分开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省1颗果不值得。切开才发现还没熟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不要硬吃，苦味跟涩味都在，吃了那一次，你可能就对酪梨有阴影了。可以把2半合回去，切面抹一点柠檬汁，用保鲜膜包紧，放室温，再等1到2天，通常还有救，只是口感会比整颗自然熟的差一点。已经熟的切开吃不完，那一半要留着籽。切面抹上柠檬汁，包紧了冷藏，可以压一下变黑的速度。变黑主要是氧化，只是颜色不好看，把表面那一层薄薄刮掉，下面通常还是好的，不用整个丢掉。吃法也可以配合硬度来安排，这样1箱果就不会浪费。压下去有一点馅，还算紧实的，最适合切片，用来做沙拉、夹吐司，切成小丁拌一拌，形状撑得住。已经很软，快要过头的那几颗，不要勉强切片，直接挖出来压成泥，加牛奶或是豆浆打成饮品，或是压成酱抹在馒头、吐司上，软一点反而更好处理。真的一次吃不完，冷冻是最后一招。把果肉整个挖出来，淋一点柠檬汁，压成泥，分成一小袋一小袋压平冷冻。要用的时候拿1袋出来退冰。冷冻过的果肉组织会出水，不适合再切片，但是拿来打饮品、做抹酱完全没问题。盛产期价格好的时候，多买几颗，用这一招存起来。等到过了产季，市场上1颗要多花1倍的钱，你还有得吃。冷冻这一招还有几个细节值得多讲2句。分装的时候不要1大袋装到底，1袋抓1颗到1颗半的量就好，大概是200到300公克，刚好是打1杯饮品或是磨2-3片吐司的分量。装进夹链袋以后，把空气压出来，整袋压平成薄薄一片。冷冻的快，退冰也快，叠起来还省位置。袋子外面用笔写上日期，先冰的先吃，3个月之内用掉风味最好。要用的时候不要泡热水，前一天晚上移到冷藏让它慢慢退，
或是直接把还冰着的那一片剥成小块丢进果汁机，跟牛奶或豆浆一起打，口感反而更浓。退过冰的不要再冰回冷冻，来回一次果肉就出水，味道会整个跑掉。把整件事收成一句话，你去市场只要记这一句就好：不摇不搓，整掌轻压不弹回。不摇是不要拿起来摇，给耳朵听纸的声音，那个声音不准，而且会把果肉摇伤。不搓是不要用单指指尖去按，那会在果肉上压出淤伤。整掌轻压不弹回是把整颗果握在掌心，用拇指整片指腹轻轻压下去，不会马上弹回来，就是可以吃了。颜色只有紫皮系可以参考，绿皮系改看深色斑点。选购的时候挑雾面、带锈斑、蒂头干净的品种，每2-3个星期换一批。这件事还有一个实际的意义，你这一次在某一摊买到很好吃的，下一次再去，同一摊卖的可能已经是另一个品种，口感、油脂感、甜度都不一样。所以不要认死一摊，也不要因为某一次踩雷就从此不买。真正靠得住的不是摊位，是你手上的判断方法。盛产期不会一直在，大概到秋天就会慢慢收尾。这个礼拜就找一天去市场走一趟，挑3到5颗，故意挑不同硬度的，回家单程摊开，排好顺序，一颗一颗吃过去。今年这个价格，错过了就要再等1年。